先是王欧硕问我的啊，我要问你问题问我8个问题，然后我再问王欧硕8个问题 ，OK 吧？行 ，OK。这是伊人第一次演上马的戏，请问伊人骑马的时候害怕吗？对于自己第一次尝试武打戏，感觉如何？其实不是我第一次骑马，我很早就骑过马，之前古装戏也经常骑马。但是呢，我有点害怕，因为这个马真的是很过分。这个马是看谁好欺负他欺负谁。如果这个马就是你对他特别凶，你能 hold 得住他，他就很听话。对，马是这样的。对，马很欺负人的。然后我就是我就是太对他好了，我就老跟他玩，喂他点吃的，他就对我不好，他就老欺负我治不住他。好，第二个问题，90扒过荣誉的衣服，宋艺人网友说有几块腹肌，你知道吗？这是我觉得这是，那我们来猜一下吧。我猜6块，对吗？啊，对吗？6块，这是秘密，这怎么能告诉你？就没有，这1块。我跟你说，就是当然没有扒完，没有。如果扒完的话，那是另外的价钱了，真的。对，就不能播了，不能播马赛克。对，这得另外的价钱。第三，伊人讲解下贺九龄对荣誉的感情，什么时候明确自己是喜欢这个人的？不是愧疚，不是感激，是喜欢。我其实觉得是那场雪过后吧。其实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说突然是从某个节点开始我觉得我爱他了。我觉得是慢慢的，因为就像我跟大家说的，16岁的贺九龄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喜欢。他说我就要嫁一个那个什么大将，我就要嫁一个，我不喜欢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我想嫁一个能赤骋疆场那种就是武将，我想嫁一个会打架的很厉害的，这全都是我的想象。但是呢，在真实生活中，我遇到荣誉的时候，我觉得从我想了解他的那一刻开始，从我慢慢了解他、接触他以后，我觉得我就是在慢慢喜欢上他的过程。就像你好朋友问你说，你的理想型是啥呀？你可能说我希望他怎么又高又帅又这个又那个，结果后来发现你找的理想型并不是这样的，爱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觉得他一开始可能对荣誉来说更多的是是责任吧。对，但是到后来慢慢就是通过就是接触变傻之后，你照顾他，然后他比较那个就是黏你也好，我觉得他可能就这中间，我觉得你慢慢对这个人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对，就是我觉得90是因为一个他是很享受自己被需要的过程，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90在家里的时候是被所有人保护的，然后他又是一个麻烦精，他就是一直麻烦别人，所有人都照顾他的一个人。他突然有一天感觉到有一个人需要他了，这个人是荣誉，他开口叫的名字就是90，他只知道90，就是90第一次，可能是就是母爱泛滥，第一次被人需要，就是从小到大90都是需要别人照顾的。他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感觉，可能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被需求的感觉。我觉得。好，第3个问题一人讲解一下。对，这是第4个了。宋艺人，我第一次看你的剧特别惊喜，从作妖小甜豆到有担当到家破人亡，这整个人变化很明显。醉酒那场戏特别逼真，请问是你有自己的小设计在里面吗？其实我们所有的醉酒的戏，包括大部分的戏，大家应该看滑雪知道，都是我和他还有导演，我们3个人一起走的戏。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设计在里面，都有自己想法在里面。我们在拍一场戏之前，我们就会先对戏走戏，大家一起来聊，看这样，我舒不舒服？你舒不舒服？怎么样？其实都是我们3个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第5个问题，90对荣誉恢复有多少的信心？会不会已经适应宝宝玉的性格，就这样不希望他变回去？当然不会了，就是其实90一直在坚持试各种药嘛，可能因为我们对那个字儿就是就不提了，就比较敏感，所以大家就尽量把它避掉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情节对这个方面有大量删减，所以其实90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希望荣誉能恢复。对，确实也是，其实在戏里其实很多能看到你一直在对，但是就篇幅可能是各种有缩减，对，可能是有改变。对，第6个问题。90发现荣誉装傻会生气吗？还是会考虑荣誉为什么装傻，然后心疼荣誉？我觉得90是心疼荣誉的。心疼。对，当时你跟我提完合理以后，我知道你是装傻。你好像一直不知道，你一直都不知道我是装傻的，因为从那个完事儿之后，就我醒了，然后我告诉你之后。那个我回来了，我好了，你才知道我好了。
但其实中间我记得有一段那个我装傻那一段，其实你是不知道。那段时间我是不知道。对，你是不知道我在装傻。对，那段时间好像后面也没有交代这个事情，有没有知道我在装傻？对，好像后来又新的事情进来了。对，就是其实我们是被大事件推着走。对。宋人，如果你是贺九龄，搞事业还是居家做小妇人？我搞事业。当然搞事业。轮到你问我了。好，到我问荣誉了。王优硕宝宝吹头纱的那场戏是自由发挥的吗？哦，刚才我们也有说过这个问题，是吧？对，因为那个是因为我不是一直戴着头纱嘛，然后呢，里面呢就是导演说老拍不到我的脸，然后导演说要不要那个拿风吹一下什么的，后面我说那我就自己来吧，我就自己吹吧，然后就有了这么大家喜欢的这个一个表情包，很可爱。对。然后荣誉宝宝的时候笑场多不多？没有，几乎好像很少笑场，因为其实你演小孩，你自己就在现场就是演一个傻子，其实自己也挺尴尬的。但是我就不敢笑场，一笑场就大家都笑，所以我就说我只要我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嘛。对。啥？荣誉宝宝和荣誉公子无缝切换的时候，老王的技巧是什么？会不会有精分的感觉？技巧啊，其实好像也没什么技巧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挺简单，就是你比如说你看我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就是傻荣誉宝宝，因为要在你面前装嘛。然后如果说那你不看我的时候，那我可以把自己就是真正的内心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然后就是表达出来。我 get 到了。我 get 到了。其实看宝宝的时候看人就会比较定焦，公子的时候看人就会稍微虚焦一点。不是，宝宝的时候要装无辜一点，就是瞪大一个眼睛，但是那个荣誉的就是傻荣誉，因为宝宝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笑啊什么的嘛。然后荣誉的时候，因为他内心装了太多东西，所以他不怎么笑，后期也不怎么笑，然后就是会内心就是眼神里的故事感会更多一些。荣誉宝宝甩鞋子上楼梯，一步一步的上楼，还有小碎步的跑步，看天空，等90，等的犯困的眼睛，跟小孩一模一样，是怎么做到的？我会老去回想起我那个小表弟，对，小表弟的那个就是跟他一起出去玩啊，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很可爱，就是一小步一小步就很多的这种就是小细节，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反正就是我是觉得我在演这个的时候就是怎么可爱怎么来就是怎么可爱怎么来，就让大家更加喜欢荣誉这个角色。就是你还是很善于观察生活的，就会观察生活中的小孩怎么做。对，反正其实你那段时间有没有格外留意小孩，就格外关注小孩，看到一个小朋友过去，我看一会儿他。主要是我们拍的地方其实小孩很少，基本上没什么小孩，所以我就靠我自己的回忆，然后回忆我那小表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于大结局 B 你怎么看？番外和大结局 B 更喜欢哪一个？你刚刚说了。对，刚说了，我说我更喜欢那个 B 的结局。我就想虐死你们。这个人真的很烦，这个人真的很不做人。你看他又想多骗一点你们的眼泪，真的能骗一点是一点。这女孩子要小心了，是在骗你的眼泪。网友说你是本色出演傻荣誉，你对此作何回应？恶评，绝对是恶评。我不听。90觉得荣誉做过最令自己感动的事是什么？是什么？我其实觉得是，大事件上讲是堆雪人那件了，但其实我个人讲是他第一声叫90的时候，和他每一次叫90的时候，对，因为他那时候只会叫我的名字，而且刚学会叫我的名字，你知道，就像宝宝刚开口第一个会叫妈妈或者会叫爸爸，这一定会让爸爸妈妈骄傲一辈子，就不管他第一个叫的是谁。他爸爸或者他妈妈一定会就很高兴，就觉得我好像高你一头啊。对，那场戏我还记得，就是我们俩要分开了嘛，对，你要去南疆了，是去南疆了，边疆，去边疆，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把我们拉开的我好不容易就是刚开始就是一压学语的时候，好不容易叫出了90和90这3个字。对，那种感觉真的是哇，好有成就感，还是挺感人的。还是挺感人的。90会在荣誉清醒时明确的告诉他，荣誉他爱他吗？就是因为你那场戏，就是我不是听了你说你是假装那个说你不爱，其实就是有点逞强的意思嘛，跟那个谁的跟那个乌日谈。对，
对，其实那个就是好闺蜜在聊天儿，作为小女孩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就嘴硬的说因为她当时也不能确定就是荣誉是否还会爱这个自己，因为她当时觉得自己也挺不好的，在90心里她觉得她家破人亡了，到最后才选择荣誉还会不会接受这样一份感情，她自己也不知道。对，所以当时90就很逞强的说了这样的话，让荣誉听到很难过。对，而且她比如说我就她也很害怕，就是那个荣誉好了之后会不喜欢自己了。是的。然后接下来是工作人员要问我们的，好像是。是吗？他们有什么想问的吗？要问一下吗？问宋一人和王优硕，你们也跟着追剧吗？如果作为观众，你们最喜欢的90和荣誉的名场面是什么？我追了，我反正是追，但是我后面几集没看，是因为我不太敢看了。对，我也追了前几集，后面几集我也没看。但是我那天来他家的时候看他在看，然后我们俩还一起看，而且我们俩一起看进去了，你知道吗？我们俩那天看自己的戏，我们俩看进去了，别人跟我们说话我没理，还有别的好朋友在家，对，然后别人跟我们说话我们俩没理，我们俩跟一直看进去。对，你说名场面，喜欢的名场面是作为观众，作为观众喜欢的名场面，我想想。我还是喜欢雪地那场，我觉得那场真的很厉害，编剧老师太厉害了。你喜欢的名场面吗？我想不到其实大部分也都是那些我喜欢是那场吧，就容易吃醋那场吧，就是你师兄来，然后那个我在那吃醋。那场很可爱，在酒楼里。那场你好，那场戏写的也好。对，那场就是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在酒楼里，然后我吃醋。对，你是谁？对，你带走90。对。90和荣誉为对方做的所有事情里，最心动的是哪一个？最心动的，你为我做过啥呀？咋了？嫌弃我没为你做啥？质问我。我觉得好像那个荣誉给90做的还挺多的。对，我觉得也是，荣誉为90其实做的更多，是吧？我想想啊，你为我做了什么？现在都想不起来了，看看。对，因为后期的时候你基本上都在那个什么，我前期还为你打架呢，手还受伤了呢。对。最感动的那一场是吗？对，有一场不是我不是那个已经在昏迷了吗？昏迷了，然后你那个喝水，说我是傻子是不是？对，说傻子为我出头还是？那个为你出头是跟那个蒋颂林跟李金博。对，你抽他那个。对，你就想那种谁骂你，我替你打他呗。对，你就开心，行吧？你们的？我他其实我给你做了那么多，你突然让我说哪一段就感到对，给我过生日然后还有给我送伞，还有真的很多，就太多了。还有啥来着？你傻的时候你还做了啥？他什么东西这点也让我很感动。容易吃到什么好吃的，第一口都是先给90吃。虽然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个几岁小孩的智商，但他也会先跟。对，而且好几次就是好像有一次我看里面还有一个剧情是我们俩送饼，互相送饼，互相给对方买了饼。对，那个也很感人。对。理想型啊。我先说了那我们官方一点吧。我先说。那你先说。我其实不太很官方我喜欢好玩的、有趣的，就是能逗我开心的，然后那种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就是那种就是可以拯救世界的那种，就是那种超人。拯救世界，对，超级大英雄吗？对，就超级英雄，一颗超级英雄的心。就比如说像那种会义无反顾上战场的那种人吧，就是我会喜欢那种。那你的那个理想型就是很不现实那怎么了呢？就是理想型。对，理想型嘛，你没说现实型吧？是，我的理想型其实还好吧，就是可爱一点，然后那个我们两个人互相相爱就好了。相爱就很难。对呀，所以啊，对，所以啊，理想型。对呀。那说一个对方最大的优点吧。优点啊？那肯定是长得帅，不用说了，大家有目共睹那肯定是性格好，你看多能说。你说性格好，意思就是我长得吗？你好看。但是我跟你说，伊人跟那个别人不是一种的类型，他是属于可爱挂的那种，就是好看，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就我小时候听过一句话，就别人夸你可爱，就说明你没这么漂亮。行了，不用找到了我，可以了，可以了，对了，我认了。还有吗？戏里90最喜欢小兔子，荣誉最爱吃90牌的饼。我以为他说荣誉最爱吃小兔子。现实中你们喜欢什么宠物？喜欢吃什么？啊，我们两个养了同样品种的猫，对我喜欢狗，喜欢猫，然后他也特别喜欢狗。我也喜欢狗，我也喜欢猫。你们喜欢吃什么？吃什么？这个喜欢吃什么和喜欢养什么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对，就很奇怪，很奇怪，感觉下一秒就要把它们吃了。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海鲜。对吧？我吃海鲜，我也挺喜欢吃海鲜。对，人山东人嘛，都爱吃。那我们俩其实都算海边的。我都爱吃，我喜欢吃海鲜，我也喜欢吃下水，就是什么大肠啊、什么肝啊、什么那个脑花啊这种，针啊、心啊这种。看吧，多真实，多性格多好，这种都能那么就是。你不喜欢吃吗？你也喜欢吃下水吧？我还好哎。你们俩会做饭吗？谁做饭好吃？你会吗？我会。我不会。我只能蒸个海鲜什么之类的。但他会蒸这些东西。对，我只能蒸个海鲜什么的。做饭我真的不会。不是，我会，但我从来不做，因为我特别懒。反正我真的不会。